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桩让整个地球怀疑了12年的世纪悬案。就在几个月前，2026年3月8日，马航370失踪整整1-2周年这一天，美国海洋无限公司终于低头公开承认，他们最新一轮的深海搜索又一次以失败告终。自从2018年第一次踏进南印度洋以来，他们的潜水器已经泡了整整151天，测绘了超过14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地形，面积相当于4个台湾。科学家说，新一代机器人沉睡在海底，声呐精确的像外科手术刀。2025到2026年的搜索又用了整整55天的契约时间，几乎把最有希望的区域翻了个底朝天。可结果呢？连一块可以确认是马航370的残骸都没找到。海洋无限公司执行长奥利弗·普伦凯特在3月的官方结论中发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感叹。他说，这次搜索结束后，公司认为那架飞机根本就不在他们搜寻的那片区域里。你以为这只是又一次失败吗？不，这次我们要讲的比失败本身还要惊悚100倍。因为12年来，全世界的搜救队、科学家、阴谋论者、遇难者家属全都围着南印度洋那片海域打转，而这片海域被锁定的唯一依据其实只是7个卫星讯号。对，你没看错，仅仅7个冷冰冰的数字。如果这7个数字本身就有问题呢？如果这7个数字从一开始就是被人精心设计过，被悄悄塞进我们情报系统里的假情报呢？那么过去12年，我们不就是被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数字劫持牵着鼻子走了12年吗？那架波音777极有可能根本就不在南印度洋，它可能在北方，可能在陆地上，甚至可能早在我们以为它坠海的那一刻之前，就已经悄悄降落在地球另一头的某个秘密角落。什么叫数字劫持？这不是我编的词，而是这几年在马航370独立研究圈越来越火的一个概念。意思很粗暴，就是说那天凌晨有一伙人，他们比我们所有人都更了解波音777的通信系统。他们趁全世界还在睡梦中时，悄悄动了一下那部飞机上价值不到1万美元的卫星通信盒子，然后把几组精心设计过的数字喂给了卫星，再喂给了地面站，再喂给了我们全人类。从那一刻起，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幻影。这种劫持没有枪，没有炸药，没有人质视频，它只动了几个比特，却让整个人类从2014年3月到今天白白烧掉了将近3亿美元的搜救经费，整整找错了一片大洋，误导了整整12年。故事要从2014年3月8日凌晨说起。那一晚的吉隆坡国际机场其实平淡的不能再平淡。0点41分，马来西亚航空编号370的班机准时起飞，机型是波音777型212，全世界公认最安全、最可靠，从未造成过一起致命事故的明星机型。机上一共载有239人，227名乘客，12名机组人员，其中152人是中国籍。这是一个深夜航班，大部分乘客登机前就已经准备好要在机上补眠。起飞38分钟后，驾驶舱发出了那句日后被回放过无数次的最后一句无线电：晚安，马来西亚370。没有丝毫惊慌，没有任何暗示，甚至有点慵懒。然后空管雷达上，这架300多吨的巨型客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而就在它消失的几乎同一秒，所有对外通信设备被精确的几乎是外科手术室地一一切断，主应答机关闭，自动相关监视广播关闭，飞机通信定旨与报告系统关闭，就连机上的卫星通信终端也陷入了死寂。这不是故障，这从来就不是故障。专家后来回放资料时才意识到，这些设备被一个一个按顺序分别关闭，就像有人在驾驶舱或电子舱里正在执行一份清晰的关机清单。如果真的只是一次意外的电力故障，不可能这么整齐，这么干净，这么精准。从那一刻起，这架飞机就从民航雷达上彻底消失。马来西亚军方后来勉强还原出，飞机竟然做了一个180度的掉头，穿过马来半岛上空，飞过槟城，一路向西北飞向安达曼海。军方雷达在凌晨2点22分左右彻底跟丢了它。从这一刻起，马航370在地球上的每一秒钟
都没有任何人类雷达能再看见它。239个生命从这一秒起正式进入了一场长达12年的沉默。事实上，最初的70多个小时里，全世界的搜救力量根本就搜错了海域。由于军方雷达资料一开始并没有及时提交给民航当局，马来西亚政府在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把所有资源都投向了泰国湾和南海这2片原本航线会经过的区域。中国海军派出最精锐的补给船，美国第7舰队派出 P3C 巡逻机，越南派出渔船和直升机，全部在南海上空来回盘旋，搜寻所谓漂浮的残骸与游记。然而你我都知道，那架飞机早已经向西掉头，根本不在南海。这场最初的错误搜索浪费了整整4天时间。等到军方雷达资料终于被交出来，证实飞机曾穿越马来半岛飞向安达曼海，搜救重心才开始慌乱地向西转移，又浪费了3天。等到真正开始把目光投向印度洋时，已经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第8天了。这条时间线本身就是整个谜团的第一层外壳，它让所有潜在的关键证据在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里被完全忽视了。可是故事远没有结束，就在军方雷达丢失它的3分钟后，凌晨2点25分，一件震惊通信业的事情发生了。飞机上那部已经被关闭的卫星通信终端突然自己重新开机，并主动向一颗位于印度洋上空编号为 3F1 的国际海事卫星发出了一个登陆请求。这在航空通信史上极为罕见。一架飞行中的波音777在没有任何故障报告的前提下，卫星通信系统突然自己掉电又重启，像是有个幽灵坐在电子舱里，把插头拔了又插了回去。注意这个时间点，2点25分，这个时间点会成为未来12年所有研究者的梦魇，也会成为解开整桩谜团的关键钥匙。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这颗卫星和这架看不见的飞机之间默默完成了一连串的握手。每隔1小时，如果地面站1个钟头没听到飞机的消息，就会向飞机发出一个还在吗的讯号。飞机上的卫星通信终端会自动回答一声我还在。这种对话，航空界称之为一次握手。从2点25分的第一次登陆请求算起，卫星和马航370一共完成了7次握手，时间分别是2点25分、3点41分、4点41分、5点41分、6点41分、8点11分，以及最后一次在8点19分的那一声诡异的、半截的，像是燃油耗尽之前最后一声绝响的登陆请求。之后，整架飞机以及机上239条生命再也没有发出任何讯号。这7次握手就是人类拥有的关于马航370下落的全部线索。注意，我强调一下，全部，没有语音，没有位置，没有高度，没有速度，什么都没有，只有7次我还在。那么请问，就凭这7声我还在，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它飞去了哪里呢？这就是那位英国国际海事卫星公司工程师克里斯·阿什顿以及他的团队在2014年3月最后那几天里所做的神奇计算。他们的逻辑乍一看简直像一场魔术表演。他们说，虽然我们不知道飞机的具体位置，但每一次握手其实隐藏了2个关键的数字。第一个叫 BTO， 也就是突发时序偏移，简单讲就是卫星讯号从飞机传到卫星再传到地面所用的时间差，时间差越长，说明飞机离卫星越远。根据这个时间差，工程师可以画出一条弧线，告诉你在这1秒钟，飞机必定在这条弧线的某个位置上。7次握手对应7条弧线，每条弧线1小时，刚好够我们勉强拼出一条飞行路径的大致骨架。可问题是，一条弧线不是一个点，它是一段弯曲的带状区域，飞机可能在弧线的北段，也可能在南段。也就是说，单凭 BTO 算出来的轨迹永远是对称的。有一个从马来半岛向北飞，经过泰国、缅甸、尼泊尔，最后抵达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北方走廊；也有一个从马来半岛向南飞，越过印尼，经过印度洋，最后坠入南极洲边缘冰冷海域的南方走廊。2条路径在数学上完全等价，没有一丁点区别。于是乎，整个故事的命运转折点就落在那第2个数字上。
这个数字叫 BFO， 也就是突发频率偏移。它的原理同样来自那位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提出的多普勒效应。你想象一下，一辆救护车朝你开来，警报声会越来越尖锐，因为声波被压缩，而当它远离你时，警报声会变低，因为声波被拉伸。这就是多普勒效应。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飞机向卫星发出的无线电讯号。飞机如果朝着卫星的方向靠近，讯号频率会略微升高；飞机如果远离卫星，讯号频率会略微降低。根据这个频率差，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判断飞机到底是在向北飞还是向南飞。阿什顿团队做了一件天才般的事情，他们把马航370的7次握手频率偏移，分别和6架当天在同一条卫星覆盖下飞行的其他波音777做了比较，最后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马航370的频率偏移模式只有南方走廊才能解释，北方走廊的数学模型根本对不上，南下就此成为了官方定论。从2014年3月25日的那场全球记者会之后，所有搜救资源全部被调往南印度洋那片荒无人烟的深海。后来12年里，澳洲运输安全局、美国海军、中国远洋科考船、马来西亚政府，最后接棒的海洋无限公司，就在那里一遍又一遍、一尺又一尺地扫描海底，可是什么都没找到。2015年，一块金翼残骸在法属留尼旺岛岸边被冲上来，后来在非洲东岸和印度洋西边的零星岛屿上，又陆续发现了大约30多片小型残骸，其中只有3片被科学的严格的比对流程确认为属于马航370。这3片残骸随洋流漂流的方向被海洋学家反向推演，得出的坠海点和阿什顿团队用数字算出来的那段弧线看起来大致是吻合的。西澳大学的海洋学家扎里塔·帕蒂亚拉契教授甚至根据残骸漂流模型进一步把坠落点缩到了南纬32度到33度之间，就在第7弧线附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坚信数字是对的，残骸是对的，南印度洋就是对的，只是海太深、太大、太荒凉，找不到而已。但是最近这几年，一些原本被主流轻视的声音开始越来越响。他们说，阿什顿那套数字魔法其实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假设上，这个假设一旦被动摇，整个南印度洋的故事瞬间崩塌。什么假设呢？当年阿什顿的计算里，他用了一套叫做多普勒预补偿演算法的东西。这套演算法的目的是让飞机的卫星通信终端，也就是内部 SDU， 自己预先修正掉飞机移动带来的频率变化，让地面收到的讯号频率尽量恒定。但这套演算法的设计前提是卫星是静止的，而现实呢？ 3F1 卫星虽然被叫做地球同步卫星，但它并不是完美静止的，它在赤道上空每天都在画一个小小的八字形，这种轻微的南北晃动被称为卫星倾角。阿什顿团队正是利用了这个八字形晃动，才从 BFO 数据里硬生生挤出了一点点足以区分南北航线的差异。注意，这一点点差异就是整个南方航线故事的唯一支柱。你把这根支柱抽掉，整个南方航线的结论会当场瘫倒。而让研究圈毛骨悚然的正是这一点，这根支柱居然是可以被伪造的。2015年，一位名叫维克多·亚奈洛的独立研究员，他也是当年最早质疑官方定论的独立小组成员之一，做了一个让整个航空圈集体打了个寒战的计算。他把波音777上内部霍尼韦尔 MCS6000 型卫星通信终端的内部参数表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告诉世人，如果有人可以进入这部机器的内部记忆体，把卫星倾角这个参数从0度改成 3.3 度，也就是差不多真实倾角的2倍，那么一条飞往中亚哈萨克斯坦的北方航线，它所产生的 BFO 数字会和官方记录下来的马航370南方航线的 BFO 数字几乎一模一样。让我们停一下，吃一下这颗震撼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有人在2014年3月8日凌晨进入过马航370机舱里内部卫星通信终端，把一个参数改了一下，那么所有后续的7次握手，所有阿什顿的数学魔法，所有澳洲运输安全局画出来的漂亮的红色几率热力图，
所有海洋无限公司12年来在南印度洋搜扫的14万平方公里海床，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烟幕。有人要问了，谁能进入那部机器？实际上，答案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波音777虽然是全球最先进的电传操纵客机之一，但它有一个设计上的惊天 bug， 在头等舱前方的地板上有一道看起来不起眼的小舱盖，打开它就是整架飞机的电子舱。这个舱里躺着数十个航电组件，几乎全部没有任何加密，没有任何身份验证，没有任何入侵警报。只要你能登机，只要你知道从哪儿下手，10分钟之内你可以对这架飞机的航电系统做几乎任何事情。这个舱盖在波音的设计规范里甚至没有明确规定要上锁。2026年3月，几位网络安全研究者发表的最新论文更进一步指出，波音777的航电总线叫做 RNC 629，它的设计理念来自上世纪80年代，所有航电组件共享同一条资料通道，没有优先级隔离，没有身份认证，没有加密。研究者甚至在实验室环境下只用一台笔记型电脑加一组特殊的协议转换器，就能伪造任何一台777航电组件发出的讯号。也就是说，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我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对于一个有国家级资源、有半年以上准备、有内部人员配合的团队来说，劫持这架飞机的数字系统不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一项高难度但可完成的任务。科技新闻记者兼飞行员、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航空评论员杰夫·怀斯是第一个把这个理论扩大到公众视野的人。他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就叫《那架不在那里的飞机》。他在书里大胆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假设：马航370那个凌晨掉头的目的不是向南自杀，而是向北远走。它的终点不是南极洲旁边的冰冷海底，而是一个对于航空业来说极其特殊的地点，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但由俄罗斯租用的拜科努尔太空发射场。拜科努尔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它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太空发射场。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从这儿上天，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从这儿上天，今天俄罗斯的联盟号火箭也还在这儿发射。但怀斯真正关注的是这个发射场角落里一条叫做尤比列尼的旧跑道。这条跑道当年是为了苏联版太空梭暴风雪号建造的，长得吓人，足以让任何一架客机安全降落。在2014年3月马航370事件发生之前的几个月，卫星图像显示，尤比列尼跑道上一批旧建筑被悄悄拆除了，跑道本身得到了某种翻新。这在怀斯看来绝不是巧合。为什么普丁要劫一架马航客机？怀斯承认他拿不出动机，但他指出了几个让人无法忽略的时间巧合。马航370失踪的前一天，也就是2014年3月7日，美国刚刚对俄罗斯下达了第一批因为克里米亚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制裁。那个月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一架凭空消失的巨型客机吸走了，然后是马来西亚海域的搜救失败，南印度洋的转向，多普勒计算的新闻热点。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克里米亚正在经历一场完全变天的政治地震。怀斯不无讽刺地写道，你必须承认，马航370的消失是一场时机完美、效果惊人的分心。更诡异的是机上的乘客名单，这班航班的乘客中有一个4口之家是乌克兰籍的俄罗斯族，另外还有2位俄罗斯籍乘客坐在靠近电子舱入口的头等舱。这3位俄罗斯男性后来被主流媒体轻描淡写地带过，但在怀斯的剧本里，他们才是整件事真正的主角。你想想，2位坐在头等舱第一排的乘客，距离电子舱入口也就几步之遥。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受过特殊训练，趁深夜其他乘客都睡着的那1-2个小时内，下到电子舱进行一番精确操作，整件事完全在物理上可行。更别提另一位乌克兰籍俄罗斯族男子可能扮演的是牵制机组的角色。当然，这只是怀斯的一家之言，主流航空圈对他这套普丁劫机论的态度几乎是统一冷处理的。他们说，怀斯忽略了太多细节，尤其是后来陆续被冲上非洲东岸的几十片残骸，这些物理证据似乎在为南方航线背书。但这里又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细节了，那些残骸
真的能证明飞机坠毁在南印度洋吗？海洋漂流学研究显示，从西印度洋吹向非洲东岸的洋流非常强，无论飞机在南半球哪个地方坠毁，甚至是被人故意从别的地方丢下去的残片，都有极大几率被洋流带到同一片海岸。换句话说，残骸证明了飞机确实没了，但并没有真正证明它坠毁在这里。更何况，美国记者布莱恩·吉布森过去10年亲自跑遍非洲东岸，收集到的那30多片残骸中，有很多甚至不能被确认是马航370所有，而是被归类为与波音777型212型号一致。一片金翼和整架飞机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证据鸿沟。这还只是数字劫持假说的第一重，让我们再往下走，因为这班航班的货舱里还藏着另一个让所有研究者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马航370的货舱当天装载了一批非常奇怪的东西，其中有221公斤的锂离子电池，这在航空货运里属于已知的风险品。但更让人在意的是，这批电池当天没有按正常流程进行额外安全检查。另外还有一批4566公斤的重量被登记为水果、荔枝和山竹，但后续调查显示，这批所谓水果的重量分布和体积密度与真实荔枝、山竹的标准参数存在差距。有航空货运分析师指出，这种量级的锂电池再加上部分内容存疑的货物，如果因某种原因在高空发生热失控，理论上确实可能引起烟雾弥漫的驾驶舱失压事件。这就是后来被一部分研究者提出的所谓幽灵航班假说。幽灵航班假说认为，2014年3月8日凌晨，机上确实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货舱火灾或烟雾事件。机长和副驾驶首先察觉，他们本能地执行了一个标准的紧急下降程序，并把飞机掉头飞向最近的机场，也就是槟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飞机会那样一个漂亮地掉头飞过槟城上空。但在这个返航过程中，机上所有人陆续失去意识，驾驶舱缺氧，机组倒在操纵杆上，而自动驾驶接管了飞机。这架死寂的幽灵飞机就这样带着239位失去意识的乘客，沿着预设的航线飞了整整6小时，直到燃油耗尽，坠入南印度洋。幽灵航班假说听起来异常温和，它不涉及任何阴谋、任何劫机者、任何国家级操作。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那7次握手会精确地显示出飞机一直在向南飞，因为飞机确实是向南飞的，只是飞行员已经失去了对飞机的任何控制。可是这个假说也解释不了所有谜团，比如为什么卫星通信终端会在2点25分离奇地重新开机，一个已经失去意识的机组不可能自己去操作电子舱。又比如为什么机长家中的模拟器里恰好记录着一条与后来实际轨迹吻合的南印度洋航线，巧合的几率小到几乎让人无法相信。于是到了2026年这个时间点，幽灵航班假说也只能作为诸多可能解释之一，无法被完全证实，也无法被完全推翻。在过去这几年里，又有一批独立研究者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绕过卫星数字，改用业余无线电社群的 WSPR 资料来重新追踪马航370。WSPR 是英文微弱讯号传播报告器的缩写，是全球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来测试短波传播条件的一个网路。当一架金属的会飞的巨型物体从这些无线电波之间穿过时，理论上会对讯号造成微小的扰动。退休的英国航太工程师理查·戈弗雷就是以这套 WSPR 资料为基础，在过去几年里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官方版本的马航370飞行轨迹。他的结论非常具体，他说那架飞机的最终坠落点位于南纬33度附近，距离澳洲珀斯以西约1900公里的海域，一块只有约115平方英里的小区域。2025年海洋无限公司这一轮搜索的重点目标区就是戈弗雷推算出来的这个区域。然而结果你也知道了，在戈弗雷号称精准定位的小区域里，海洋无限公司的自动潜水器来来回回扫了好几趟，什么都没有。到了2026年3月8日，公司官宣搜索结束，并暗示自己现在不认为飞机就在那片区域里。这一结果一方面是对戈弗雷 WSPR 理论的一次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他也在无形中再一次为数字劫持说加了一把火。如果连最精细、最独立的新理论都找不到，那么飞机到底为什么不在南印度洋？最合理的解释只剩下一个，他从来就没去过南印度洋。其实戈弗雷的 WSPR 理论在2024到2025年间本身就遭到过航空界不少质疑。有研究者指出， WSPR 网络设计的本意是为了测试无线电波的传播特性，而不是追踪金属物体。它的讯号间隔太长，解析度太低，而且受大气电离层的影响极大。用它来追踪一架音速以下的客机，在物理上本来就站不住脚。也就是说，即使戈弗雷的结论和官方 BFO 数据大致吻合，这种吻合也未必说明 WSPR 找对了，而可能只是两套错误方法得出了同一个错误答案，彼此互相强化。这种现象在科学史上有个专门名词，叫做回声式效应。海洋无限公司2025到2026年这一轮搜索的结果，可以说是给戈弗雷的理论敲下了最后一根棺材钉。让我们再看看另一股与此平行的逆流。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世界报》记者弗洛朗斯·德尚吉。他在自己的书里提出了一个同样惊世骇俗的假说，马航370其实是在南海上空被美军击落的，原因是飞机上装有某批被美方认定为敏感的货物。他指出，这班飞机在货舱里确实有一批来自摩托罗拉的锂离子电池和电子零件，总重量超过200多公斤，属于军品管制范围的边缘。他认为这批货的内容、去向、最终用户一直都是一团迷雾。2023年网飞的那部3集纪录片《消失的飞机》就把怀斯的北方航线论和德尚吉的南海击落论一起呈现给了全球观众。你会发现，无论是怀斯的俄罗斯劫机论，还是德尚吉的南海击落论，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那7次握手里的数字。因为只要那些数字是真的，他们两个人的理论就都不可能成立。那些数字必须是被劫持的，必须是被伪造的，必须是被黑进系统里的幻影，他们的故事才说得通。可能你要问了，官方对这些数字劫持论怎么看？主流圈子的态度一直很警戒。国际海事卫星公司的副总裁马克·迪金森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真有人能伪造这些 BFO 数字，那他必须提前6个月了解我们的网络会有什么变化，而且必须同时在电子舱里做精确动作，还要提前知道卫星 3F1 那天的姿态和倾角。这不是一般的劫机者办得到的事。官方的意思很清楚，理论上可行，实务上不可能。但到了2026年，关于这件事的评估正在被悄悄改写。2026年3月，独立研究圈的几位专家又发表了新一轮论文。他们指出，波音777的航电总线本身存在严重的安全缺陷，所有航电组件共享一个资料通道。他们甚至做了实验，在实验室环境下，只用少量硬体就能伪造出任何一台777航电组件的讯号。这意味着，伪造 BFO对一个有国家级资源的团队来说，不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一项可完成的任务。当一个理论上可行的事情有了实务上已经被验证的路径，它离真相就只差最后1厘了。好，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到那个凌晨，现在结合这些年的所有研究，我来给你复原一个截然不同版本的马航370故事，纯属假说，但每一个细节都有科学依据。2014年3月7日深夜，一小队受过专门训练的操作员分成2组，一组以普通旅客身份登上马航370，另一组可能早就混在地勤中，为这架飞机的电子舱安装了一个硬体界面。0点41分，飞机起飞，一切正常。到了凌晨1点19分，副驾驶和胡志明区管最后一次通话晚安，马来西亚370。这句话过后，驾驶舱门被打开或者被撬开，飞机进入了他们的控制。几分钟后，所有对外通信被依序关闭，飞机在航图上凭空消失。飞机做出掉头动作，原本应该飞往北京的航线变成了一个漂亮的 U 字形，重新穿过马来半岛上空。凌晨2点25分，就在军方雷达丢失它3分钟之后，在电子舱里的操作员做了一个关键动作，他切断卫星通信终端的电源，再重新供电。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出现那个异常的中途登入请求。然后请注意，这里是核心，他们修改了终端内部的卫星倾角参数，从0改成 3.3 度。做完这个修改，终端自动重启，以崭新的面貌连上卫星。从这一刻开始，这架飞机无论往哪个方向飞，它发出去的频率偏移数字都会让地面看到它在往南飞。之后6个多小时里，飞机可能沿着一条精心规划的路线，一路向北，沿着孟加拉湾边缘、印度半岛西岸、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最后抵达中亚的目的地。也可能是拜科努尔的尤比列尼跑道，也可能是某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秘密机场。为了避开各国军方雷达的拦截，这架飞机很可能故意贴着多个国家的边界飞行，因为边界附近通常是雷达覆盖的薄弱地带。8点19分，飞机降落或者低空飞过终点时，卫星通信系统最后一次调电重启，留下了那个诡异的半截握手，成为马航370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声叹息。从此，整个地球被钉在了南印度洋上，而真正的飞机，真正的239人，真正的答案却在地球的另一头。这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好莱坞剧本？是，但这个剧本的每一块拼图，从技术、可行性到时间巧合，都有研究支撑。当然，我必须说清楚，没有任何一份直接证据能100%证明这个剧本是真的。我们有的只是这个剧本可以解释所有目前无法解释的反常。为什么12年搜了14万平方公里海床还找不到？为什么卫星通信在飞行中途会离奇掉电再开机？为什么残骸既无法精准指向坠毁点，也不够多？为什么机上有3位特定背景的俄罗斯籍和乌克兰籍乘客？为什么普丁的前一天刚刚被美国制裁？为什么拜科努尔的一条旧跑道在马航370事件前被翻修？为什么机长的家用模拟器里出现过一条看起来可疑，但其实只是千万条训练路线中一条普通路线的南向轨迹？当然，也有另一派研究者坚持，没必要用阴谋论解释一切。他们强调，机长扎哈里·艾哈迈德·沙阿在家中用电脑飞行模拟器跑过的一条模拟航线，终点就在官方划定的南印度洋坠毁区域附近。他的个人生活当时也传出了一些感情问题。英国飞行员西蒙·哈迪更进一步，在2024年抛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完美水葬论。他认为机长事前精心加油3000公斤，又偷偷给驾驶舱加满氧气，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撑到飞机耗尽所有燃料的那一刻，然后把飞机优雅地降落在南极洲附近某条极深极窄的海沟里，让残骸被海沟吞没，永远无人寻回。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海洋学家文森特·莱恩在2024年底公布的另一套分析也指向了类似结论。机长是清醒的、主动的，飞机是被精准控制的，最后落入了一条叫做布罗肯海岭边缘的深渊地形。他甚至具体指出，这样一处深渊的地质特性可以彻底吞没残骸，让声呐无法探测到任何有效回声。莱恩在他的论文里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坐标，位于东经 99.9 度、南纬 33.2 度附近的一个深洞状地形，深度可能超过6000米。他认为整架飞机被机长以一个接近完美的水上降落姿态轻轻放入水面，没有解体，没有爆炸，然后随着水压缓缓下沉进入深渊，最终被沉积物掩埋。如果莱恩是对的，这几乎就是21世纪航空史上最寒冷也最精密的一场谋杀。一个人，一架飞机，239条生命，一个没有人能到达的海底深洞，一切归于无声。然而2026年海洋无限公司最后一次搜索也一并涵盖了莱恩推测的区域，结果依旧是一无所获，这让莱恩的假说同样面临挑战。你会发现，这两种假说，一边是机长一手策划，另一边是俄罗斯一手策划，他们对于那7个数字是真是假的看法刚好相反。机长策划论认为那7个数字是真的，只是飞机最后的精确落点恰好掉进了搜索区外的某个海沟里。俄罗斯策划论则认为那7个数字是假的，飞机从来就没去过南印度洋。哪一边说的对？说实话，我到今天也不敢下结论。但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到2026年4月为止，
我们有的物理证据其实只有几十片被冲上非洲和印度洋岛屿的残片，没有黑盒子，没有机身，没有引擎，没有座椅，没有遗物，没有一具确认身份的遗体。这些物理证据可以解释为飞机真的坠毁了，但无法证明它坠毁在特定一点。所以到了2026年的这个春天，所有追踪马航370的人其实都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一条路是继续相信那7个数字，继续在南印度洋扫下去，只是每一平方公里都越来越接近理论的边缘。另一条路是重新怀疑那7个数字，回到2014年3月8日的那个凌晨，重新检查电子舱，重新研究卫星通信终端的韧体，重新追查机上每一位乘客的背景，重新打开北方走廊这个在12年前被过早关闭的档案袋。目前来看，海洋无限公司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契约在2026年6月就要到期。公司高层已经暗示，他们短期内不会再回到南印度洋搜索。公司的船舰目前已经离开搜寻区域，驶向太平洋另一侧的美属萨摩亚，这被业内解读为一次战略性撤退。航空界普遍认为，除非有显著的新证据出现，否则这桩案子可能就要被永远封存了。而显著的新证据在哪里？大概率不再来自海底，而是来自陆地。某个被遗忘的机场，某段被删除的监视录像，某位当年任职于某国情报单位的知情人，或者某位当年进入过马航370电子舱的操作员，在未来的某一天良心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细节，马航370的副驾驶法里克·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最后那句晚安通话时，用了一句不太符合标准通信流程的口语化表达。这在很多分析师看来可能没什么，但少数独立研究者认为，这或许反映了驾驶舱里当时已有异样。因为一位受过严格训练的马航副驾驶在移交空管时通常会使用标准术语，而不是这种略带随意的回应。结合飞机起飞之前，机长家中电脑被细心重整，很多硬碟被覆盖写入。与起飞前货舱临时多加了3000公斤燃料这两个被英国飞行员哈迪特别强调的细节，驾驶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12年过去，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黑洞。另一个同样被忽略的角度是中国方面的沉默。马航370的239名乘客中有152人是中国籍，这一事件对中国政府来说，无论从外交、情报还是舆论角度都是顶级优先事件。2014年事件刚发生时，中国政府确实派出了最大规模的海上搜救力量，派出卫星重新定轨，甚至专门动用了中国海洋石油开发集团旗下的深海勘探船。然而，过去12年里，中国官方几乎从未对马航370的调查结论发表过任何深度质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每次被问到，都只是简短地表示感谢马来西亚方面的努力。这种克制，对于失去152名公民的国家来说，实在反常到让人起疑。一位独立分析人士在2025年底的一次访谈中曾隐晦地暗示，也许中国方面在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就通过自己的情报管道得到了某种让他们选择沉默的资讯。这位分析人士没有说这份资讯是什么，但他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有些答案你知道了，反而会让你更没办法说话。再说说那些家属，12年过去了，马航370家属联合会 Voice 370的成员，平均年龄从当初的40多岁，已经变成了今天的50、6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在日常生活中不再主动提起这件事，因为每提起一次都是一次撕裂。但每年3月8日、每年3月24日、每年8月8日，这几个对他们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他们还是会集会，还是会发声明，还是会站在马来西亚政府面前，要求继续调查。有位中国籍家属202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已经不在乎飞机去了哪里，他只想知道那天凌晨究竟有没有人握着他儿子的手。这句话被许多中文媒体反复引用，他点出了一个许多理论派研究者刻意回避的面向。这场悬案的核心不是7个数字，而是7个数字背后的239张脸。回头看这整件事，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属于这个数字时代的全新品种的悬案。过去的失踪飞机，像1937年的阿梅利亚·埃尔哈特，
我们找不到它，是因为技术不够。今天的马航370，我们找不到它，可能是因为技术被劫持了。一架重达300吨的钢铁巨鸟，从人类的集体视野中凭空消失整整12年，它的下落不系于任何一块金属残骸，而系于2014年3月8日那个凌晨，某部卫星通信终端记忆体里的一个比特。那个比特到底是0还是 3.3？ 这也许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一种劫持方式。没有枪，没有炸药，没有人质，没有勒索影片，只有数字。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这个劫持者到今天还在笑。他看着我们烧掉3亿美元，动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潜水器，投入了最顶尖的科学家，举行了无数场记者会，拍摄了无数部纪录片，写下了无数本书，而他们自己却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静静地品尝着成功。如果这样的劫持可以发生在2014年的波音777身上，那么这种数字劫持是不是还可以发生在别的地方？在 GPS 讯号里，在自动驾驶汽车里，在你每天刷的社群媒体演算法里，在你以为最可靠的那些数字凭据上。这一点在2026年这个深度仰赖 AI 与自动系统的年代，只会越来越令人不安，而不是越来越让人释怀。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相信数字，越来越依赖数字的时代。我们用数字下单，用数字认证身份，用数字定位爱人的位置，用数字决定今天去不去上班。可是马航370这件事，好像在用一种特别残忍的方式提醒我们，数字也是可以被劫持的，而一旦被劫持，整整12年，我们可能都还蒙在鼓里。2026年的春天，南印度洋的风浪正在再次升起，海洋无限公司的船只已经离开了搜索区，朝着太平洋另一侧驶去。机上239位乘客的家属们还在继续等待。Voice 370家属联合会发出的最新声明里，有一句话反复被引用，他们说，政府在找到飞机之前根本不用付1毛钱，因此任何延长搜索的要求都应该被无条件批准。这是一群被迫学会用冷静的合约语言来保存自己悲痛的人。在那份联合声明最后，家属们还特别强调，他们仍然相信某一天总会找到真相，无论这个真相会不会推翻过去12年建立的全部结论。可是我要说一句也许冒犯但不得不说的话，如果那7个数字从一开始就是假的，那么再延长多少契约，再扫多少平方公里，都只是在一片被精心设计好的空无一物的海洋里打捞我们自己的幻觉。真正的答案可能不在深海，而在陆地；不在机器人里，而在某个人的记忆里；不在数字里，而在数字背后那只看不见的一直冷笑着的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搜索，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扩大搜索的方式。如果官方和民间都持续只花钱在南印度洋的深海里，那么无论再过10年20年，结果都会是一样的。反之，如果有人愿意把一部分资源转到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如重新审视电子舱的安全录像，重新复查2014年3月8日中亚地区任何异常的雷达回波，重新访谈那3位俄罗斯籍和乌克兰籍乘客的家属和同事，那么哪怕概率很小，也有可能在某一天打开那扇被关闭了12年的门。马航370究竟在哪里？到2026年的这个4月为止，我只能诚实地说一句，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我们找不到它，不是因为我们找得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被那7个数字牵着鼻子往相反的方向走了12年。如果有一天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它都将改写一个时代。它会告诉我们，在这个被数字包围的世界里，我们相信的每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只我们看不见的手。那只手来自哪里？它为什么要选择马航370？它下一次又会出现在哪里？这些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不会等到答案，也许下一代人会，也许永远不会。但至少今天，坐在荧幕前的你我，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拒绝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看起来很科学、很精确、很无懈可击的数字，因为在这个数字劫持的时代，最危险的谎言已经不再穿着谎言的外衣，
他穿着小数点，穿着坐标，穿着几率热力图，穿着那条被称为第7弧线的，在南印度洋上安静画过的，优雅的像是命运本身的曲线。而马航370那架承载着239条生命消失在2014年3月8日凌晨的波音777，它的故事还没结束，它只是被暂停了，被那7个数字暂停了整整12年，也许还会更久。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继续追问，继续怀疑，继续拒绝被驯服，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驯服就意味着承认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而不驯服至少还给了我们一点点机会，哪怕只是一点点，让那架飞机有朝一日回到它本该被看见的位置。最后让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12年前那个凌晨我们没有被那7个数字迷惑，如果当初全世界的目光一半投向南印度洋，一半投向北方走廊，如果哈萨克斯坦的尤比列尼跑道在2014年3月的头几天就被国际空中侦察反复扫描，如果美国情报单位对那3位特殊背景乘客多做一些调查，如果，只是如果，那架飞机和机上239条生命会不会已经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没有人知道。但这种如果本身就是一场来自数字时代的集体警钟，它告诉我们，在这个越来越被演算法、被数字模型、被几率分布决定命运的新世纪，最致命的一次犯罪可能只需要改写一个小数点，而最悲哀的一次追寻可能就是整整12年，在一片被精心设计过的空无一物的海面上追捕一个从来就不存在的影子。讲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个很少被主流媒体提及的可能性，它属于阴谋论的边缘地带，但同样值得放在桌面上让大家自己评估。有一批独立研究者注意到，同样在2014年3月这个敏感时刻，另一班马航航班 MH150 从吉隆坡飞往沙乌地阿拉伯，其路线也曾在凌晨时分经过印度半岛边缘。如果那个凌晨真的有人要劫走一架飞机，为什么是370而不是150？一位独立研究者在2024年的一篇论文里提出过一个看起来极端却并非毫无逻辑的猜想，他怀疑最初被盯上的并不是370这班，而是 MH150， 只是由于某种阴错阳差的原因，行动计划被调整或被临时挪移。这套假说目前缺乏直接证据，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无论事情背后藏着什么，它都不是一次仓促的行动，而是一次有备而来的、长期准备的、精心策划的大型作业。到此，马航370的故事暂时讲完了，但真相不在这里，真相甚至不在那片被扫过又扫的南印度洋海床上，真相也许正静静地停在某个被遗忘的跑道尽头，正静静地躺在某位当年参与行动的人心底，正静静地隐藏在一个小数点之后，等待某一天，某个机缘巧合的瞬间被重新看见。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能做的只是继续讲这个故事，继续提醒自己不要轻信任何一个数字。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这个故事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上的震撼，那就请把它继续传下去，因为下一场数字劫持也许正在这个时刻，以我们完全看不见的方式悄悄上演。